你也曾經在換藥時感到疼痛嗎？或者好不容易癒合的傷口又被撕開了？這些其實都可能跟敷料選擇有關。現在就讓我們一起來了解常見的傷口敷料有哪些不同，怎麼挑選。紗布是最常見的傷口敷料，清創後通常會先塗抹藥膏，再覆蓋紗布。除了常見的醫用紗布，也有較不易粘附傷口的石蠟紗布可供選擇。不論使用哪一種紗布，都可能出現粘住傷口的情形。因此，換藥時建議先用生理食鹽水潤濕，避免強行撕除，造成新生肉芽損傷。這種看起來像貼膜的敷料，就是我們常說的薄膜敷料。它可以有效防水及阻隔外界液體及細菌滲入傷口內。因為是透明材質，所以不用掀開敷料也能直接觀察傷口的變化，而且延展性好，貼在關節等活動部位也不易捲翹或脫落。不過要特別注意，薄膜敷料本身沒有吸收功能，如果傷口滲液很多，就不太適合使用了喲。泡棉敷料適合用在會大量滲液的傷口，有很好的吸收力，可以鎖住滲液，保持傷口周圍皮膚乾爽。它不會粘附在傷口上，換藥時較不會拉扯，也能減少疼痛。而且它不需要頻繁更換，對病人來說相對舒適。不過泡棉敷料的外觀是不透明的，所以沒辦法隨時觀察傷口的狀況，只能靠換藥時做評估。此外，這類敷料也不適合用在乾燥性傷口，因為吸收力太強，可能導致過度乾燥，影響癒合。親水性纖維敷料是一種能夠有效吸收滲液的敷料，適合滲液量大的傷口。它不僅吸液力強，還能根據傷口形狀剪裁或折疊，填補空腔，緊密貼合傷口。但要注意，親水性纖維敷料不建議用在無滲液的傷口，因為它本身沒有粘性，需要搭配第二層敷料來固定包紮，這點要特別留意哦。人工皮能提供濕潤的傷口環境，促進細胞修復，加速癒合，不會粘住傷口。換藥時疼痛感較低，同時具有防水及阻隔外界污染的效果，一般適合用於滲液量較少且乾淨的傷口，例如輕度擦傷、植皮手術取皮區以及第二級褥瘡等傷口照護。不過人工皮的吸收能力有限，如果傷口滲液很多，就不適合使用。另外，若傷口已經出現感染、紅腫、熱痛或化膿等情形，也不建議使用人工皮，以免影響傷口恢復。銀離子敷料常用於感染性高或是癒合困難的傷口，因為銀離子可以和細菌的細胞膜、細胞壁、蛋白質、DNA 結合，阻止細菌的生長。由於含有銀離子，不建議新生兒或是對銀過敏的人使用，以免導致過敏反應。無感染風險的傷口，建議清洗後選用合適敷料即可，以免造成傷口刺激或過敏反應。負壓傷口治療裝置是一種讓傷口維持在負壓環境中的治療方式，透過特殊海綿搭配持續負壓吸引，可有效移除傷口滲出液，並促進肉芽組織生長，幫助傷口修復。這種療法除了能有效引流滲出液外，也有助於降低感染風險，減少換藥次數，提升傷口照護的舒適度。由於治療期間需持續使用負壓裝置，因此外出活動時也要記得隨身攜帶負壓機，並保持設備正常運作哦。很多人會問，傷口上已經貼了敷料，為什麼還要定期更換呢？其實更換敷料對傷口癒合來說非常重要，原因有好幾個哦。第一是保護傷口，新的敷料能形成阻隔層，防止細菌、灰塵和污染物進入傷口，同時減少衣物摩擦或外來刺激，造成傷口傷害。第二是吸收滲液，多餘的滲液若長時間停留，不僅會影響傷口的癒合，還會增加感染的風險。第三，預防感染，舊敷料可能沾附組織液，
接觸空氣會助長細菌或病毒的生長，長期覆蓋反而造成傷口感染。第四，止血與加壓。對於新傷口選擇合適敷料，可以對傷口輕微加壓，幫助血液凝固，達到止血效果。至於多久要換一次藥，還是要根據傷口的類型、大小及敷料的吸收能力來決定。一般來說，只要發現敷料滲濕、碰到水或是髒污，就應立即更換，避免造成傷口感染。另外，如果是剛縫合的傷口，初期出現輕微腫脹或疼痛是正常的，這時候可以抬高患部，減輕腫脹。但如果傷口是在關節附近，像是手肘、手腕或膝蓋，則要避免過度活動，以免拉扯縫線，影響癒合。那麼換藥時應該怎麼做呢？以下是一般傷口換藥的基本步驟，讓我們一起來看看。首先，準備好換藥需要的物品，並確實清潔雙手，避免細菌污染傷口。取下舊敷料時，觀察傷口有無紅腫、異味或膿液。若有異常，請盡速就醫。若發現黏住傷口，請先用生理食鹽水潤濕，不要硬扯，以免造成撕裂。接着用生理食鹽水輕輕清潔傷口，記得從傷口中心往外擦拭，避免把細菌帶入。再依照醫囑塗抹藥膏或敷料。最後選擇適當的敷料覆蓋傷口，並確實固定，避免敷料滑動或受污染。完成後再次清潔雙手。每一種敷料都有它的特性與適用時機，定期換藥、正確照護是幫助傷口癒合最重要的關鍵。若您對傷口照護有疑問，歡迎尋求專業醫護人員的協助，我們會陪您一起走過傷口癒合的每一步。